刘演出兵攻打魏国和燕州，还在其中击杀了乔越。一时间，燕州群龙无首，刘演让心腹入住其中，还伤害乔平。所幸魏渠赶来及时，就下了他。但乔平也因为被人陷害，导致眼睛看不见东西。不过，正是因为刘演挑唆乔越，这才让燕州的将士和百姓看出谁才是真正为燕州好的人。结局的最后，乔平成为燕州新的州牧。而于郡一战中，城中虽兵力不足，但在关键时刻士援回来了，不仅斩杀了玉楼夫人的心腹薛太将军，也让祖母看到了他的成长。结局的最后，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永宁渠的水汇聚九州六地，小乔和魏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，还给女儿取名肥肥，对应原著的圆满，也画上幸福的终点。可这36集的剧情在我看来，尽管圆满，可遗憾却是无法忽视的意难平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谁的结局最圆满，是否跟大家想象的一样。折腰大结局：4死1圆满1败2遗憾。小乔魏少顺利圆房。4死：大乔、陈滂、苏娥皇、魏良。陈滂暂时还没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但从他抢走魏延母亲并且强占这些事情不难看出来，他这个人挺坏的。他似乎还想利用魏延这个儿子的身份去搞垮魏少。现在刘演攻打燕州，而魏少前去支援，这也意味着刘演和魏少对打。这个时候的陈滂是幸灾乐祸的，他想袖手旁观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，但他打错算盘了。不管是刘演败还是魏少输，都不可能落在他头上。他要是听儿子的支持，魏少日后可能还有好日子过，毕竟魏少会看在表哥的面子上放他一马。要是他不仅烧柴添火，还从中作梗，那么别说魏少不放过他，就是亲儿子也不可能放过他。以陈滂那蔫坏又贪婪的性格，他不可能什么都不做，所以他最后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，因为只有他死了，表哥魏延才有出路，不然他会一直跟魏家站在对立面。曾经的苏娥皇也是清纯美好的，不然哥哥又怎么会爱他如此深？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苏娥皇那个时候心思就不单纯，否则怎么可能从那时起就在额头画牡丹，说什么是牡丹命格？苏娥皇一生经历过3个男人，都是真心待他，魏少哥哥魏宝、陈翔、刘演，他们3个可都是真心待他的，但他野心太大，耐不住寂寞。魏宝这边刚出事，他就立马嫁给陈翔，亏魏宝还托弟弟照顾他，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他犯错。陈翔也是爱惨了这个女人，即便自己身体支撑不下去，尽管知道他有野心，但临死前还是替他安排好一切，甚至把自己5万精兵都给了这个女人。不得不说，边州遇到这样一个主子也是倒霉，为了一个女人把主权都交出去，而他转头就带着这5万精兵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。刘演也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，他可是为了上位连自己父亲都不放过，甚至几岁的弟弟也下得去手。他这样的男人够狠吧？可即便在兵败那一刻，他甚至也想着为苏娥皇安排一条活路。是啊，自己都没有活路，但他却依然希望这个女人活着，这难道不说算爱吗？虽然苏娥皇额头的牡丹命格是画的，但不得不说他的命是真的好，他遇到的几个男人都是他如珍宝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苏娥皇必死无疑，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，不死难解观众的心头之恨。刘演为了牵制魏少，抓走了大乔，逼着比智和魏少内讧，而他们站在高楼挟持大乔，操控比智，出言道，如果比智不伤魏少，就要伤害大乔。为了妻子，比智一次又一次被当成对付魏少的武器，尽管他心里难受，可为了爱的人，他忍下了所有的苦楚。但刘演太可恶了，挟持大乔逼比智和魏少比武就算了，还出言辱骂比智像斗兽。在这无尽的谩骂之下，大乔心如刀割，她不愿以爱之名逼着丈夫为自己牺牲。最终她从高楼一跃而下，带着笑意彻底离开了。刚开始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大乔的举动，活着才有希望，为什么一定要跳下高楼？为什么让他们的孩子从小没有了母亲？但当我再仔细看一遍时，我才真正理解了那句我不后悔的真正含义。大乔这一生看似养尊处优，无忧无虑，可实则她这一生只爱过2个人，一个是自己的妹妹小乔，另一个是丈夫比智。她不愿携爱以报，不愿看到爱的人受伤。最初我只看到了小乔的英勇，却忽略了大乔的无畏。她愿意为了所爱的人牺牲，而这也是她保护爱人的方式。虽然这样的方式意难平，
可终究于他而言是心甘情愿。而我们的遗憾也终究是比智的遗憾，是他们孩子的遗憾。但这样的遗憾，结局的最后不止这一个。魏良为何最后也死了呢？其实这里是有伏笔的。一般像这种临走之前跟对象腻腻歪歪，甚至还送了保平安的符，还有他一直都嘚瑟的护心镜，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必死无疑。其实魏良和小桃这一对还挺好玩的，两个人在一块可歌爱爱。说实话，真不该把魏良写死，毕竟这是卧龙凤咒里男的有对象的一个，就不能让他好好的吗？魏良最后是为了救乔慈牺牲的，这得让小乔多心痛啊！为了救自己的弟弟，让自己的丫鬟失去心爱之人，一圆满，小乔魏少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魏少跟小乔这一对可真是不容易，从两人互相算计到相互理解、包容，以及后面成为彼此依靠、互相珍惜的两个人，中间经历多少磨难和苦恼，只有他们自己清楚。而两人圆房这件事也成了大家最头疼的时候，因为一开始是算计，所以小乔跟魏少要了1年的服丧期，替去世的祖父守丧。如今好不容易到了要圆房，又被刘演这个没眼力劲的家伙打扰，娶了1年的媳妇，好不容易开荤却被破坏，太理解南军当时的心情了。要不是有10万火急的大事，今晚这个房非圆不可。谁成想硬是等到大结局才能如愿以偿，成功圆房。可尝到甜头的南军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或许以后就变成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美谈佳话了。小乔怀孕后生下女儿，取名肥肥，两人因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一败，刘演的败局是注定的。他从一开始就想占山为王，却又被父亲压得死死的，最终被逼得反击，直接嘎了老子上位。他从一开始就处处跟魏少比较，尤其是小乔嫁给魏少，他就更加如此。可有时候太执傲也是适得其反，他太急功近利，又不在意老百姓士兵的死活，这种人注定不会成功。在魏国举办陆离大会，他煽动其他人不要同意修渠通道之事，但这根本就是人家拿出来分享的好东西，他竟然会拒绝。要知道修渠这种事百利无一害，人家魏少不仅参与，并且还把经验之谈都拿出来分享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这重视是造福百姓的，他却为自己一己私利，或者说赌那口气拒绝，这分明就是想着那点胜负欲，完全没把老百姓放在心上。哪有老百姓不想通管道的？尤其那个时候全家老小都指望田里庄稼过活，那他们更知道水的重要性。可没有人能控制什么时候下雨，什么时候停的。可要是通渠了，需要水就放，不需要就关上，这多好啊！一个不把百姓放在心上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。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并不是空口白话，是多少帝王的经验之谈。否则为何但凡有点民心的官员都会被帝王忌惮？其实就是怕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被取代，因为他们有百姓拥护，自己拿什么去争？两遗憾，小桃、魏衍。记得魏少曾经警告过手下几个卧龙凤咒的下属，离乔家人远一点，容易变傻。确实，谁让小乔的身边人都内磨聪明。小桃刚到魏国安顿下来，就想办法给自家小姐挣钱，因为他知道只有银子在手才是王道，其他的都是浮云。但凡看到小乔不高兴，就猜到跟南军有关，那么他就会跑去问魏良，那基本上一问一个准，因为魏良就是一个大漏勺，小桃几句话就让他把老弟都教了。小桃要是能和魏良走到一起，应该会很幸福。看得出来魏良也是个宠媳妇的人，但终究是造化弄人，小桃最终没等回他的那个心上人。在燕州，魏良为了护住乔家人战死，差一点，就只差一点，魏良只要活着回去就能跟小桃提亲了。然而他为了守护燕州，为了不让梁牙的阴谋得逞，把自己永远留在了他乡。魏渠看见最好的兄弟战死的那一刻，内心有多心痛。最后他把魏良的尸首带回家安葬了。在坟前，小桃如期带着兰花而来，向他提亲。被生死相隔的只能是时间，无法也不能取代那份炙热的爱意。虽然一开始就知道魏良是注定战死的结局，他送给小桃的小兵器就是最好的暗示。也不是说非魏良不可能，或许后面他也会嫁人，但短期之内肯定是无法接受的。他还送了护心镜呢，所以说小桃也挺惨的，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，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。魏衍的结局可以说遗憾，也可以说圆满。前者是因为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外祖母身边只做魏家郎，因为他并非真的胸无大志，以前只是舍不得外祖母所以留下来，
其实他也想像表弟一样有一番作为和建设。在他喜欢弟妹这件事没有被戳破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假装什么都不在意，就这样在魏家浑浑噩噩过完下半辈子。可如今事情败露，他无法面对魏少，更不能坦然面对小乔。但我想，即便他想努力忘记和放下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为小乔太美好了。他即便知道不可以不应该，但就是止不住的心动。想必往后他也很难遇到让自己心动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表哥往后或许会继续花天酒地，但能住进他心里的可能遇不到了，这是一大遗憾。那为何又说他是圆满的呢？因为他是陈滂之子，陈滂死后他是唯一的儿子就继位了。当他成为边州之主，那这一切还不都是自己说了算？到时候他也一样可能建功立业，跟魏少一起守护天下百姓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，他自己也能有一番建设。这样的结局难道不圆满吗？没有说非要情情爱爱才行吧？不知道大家对谁的结局最满意，又觉得哪个最让人惋惜呢？